Hello，朋友们好。朋友们，咱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品牌是来自日本的一个制鞋商，叫 Oriental Shoemaker。这个牌子咱们之前没有聊过。我手头上呢，现在正好有2双，一双是右边的这个 Split-toe Derby，一个是另外一边的 Balmoral Oxford 牛津鞋。那今天呢，咱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2双鞋的细节。这里面呢，有一些大部分的这个制作工艺呢，它都是同一个平台，因为这2双鞋都是来自 Handgrade， 也就是说 Oriental Shoemaker 这个牌子呢，它有据我所知是有2个不同的等级，一个是 Bench Grade 就普通线，另外一个是 Handgrade 就是比 Bench Grade 要多一些细节。那么这个我等一下会稍微提一下。咱们现在手头上呢没有 Bench Grade 的鞋可以来做对比。好，那咱们首先来看一下。鞋盒呢，2个鞋盒都是一样的。这次我们这2双鞋都是上面都写着 Oriental Shoemaker， 这是它的 logo。Shoemaker SEST 1957，就是这个制鞋商呢，从1957年就开始了。这上面有写着 Nara Japan， 这个应该是它的所在地。然后这次咱们这2双都是 Oriental Shoemaker 跟 Y by Yoso， 是他们2家的一个联名款。那么简单介绍完这个品牌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双。首先说一下鞋盒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Oriental Shoemaker 的一个标准的鞋盒，还是说因为它跟 Y by Yoso 特别的一个定制款。但是呢，这个鞋盒的质量非常的好，整个鞋盒非常的结实，感觉非常的有质感。侧面呢有一个标签，这个标签也写得非常清楚，有很大个的这个 Oriental Shoemaker 的 logo。这下面有写明款式 Art， 就是这一款我们要看的这个牛津鞋呢叫 Brighton Mold。底下呢这个 material 有写明是 Burnished Calf， 然后 DBR 应该是 Dark Brown， 就是这个鞋的颜色的意思。Last 7965宣行，然后这是一双 UK6。另外这一双呢，德比鞋，刚才我们看到的，它是叫 Berry 2 Mold，material 是 Grand Calf， 是这种掌纹皮的，然后 Bordeaux 是酒红色 ，Last 是 Bianco， 然后一样的是 UK6码。比较奇怪的一点，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，就是这个宣行呢，一双是用数字来显示的，来表示的，另外一双呢是用英文名字来表示的。我对 Oriental Shoemaker 的鞋子呢是我第一次尝试，所以不知道是否其他的鞋品也是这么标注的，就是全部都会有混用。OK， 那么简单说一下盒子里面包装其实很简单。里面就是白色的宣纸，然后呢，中间有一层这种白色的这种感觉像是比 A4 纸稍微厚那么一点点的，裁成2半的这样一个纸，做了一个简单的格挡。然后就是鞋子本身。那2双鞋呢，其实是不同的批次，就是我在不同的时间买的。德比这一双呢，分趾德比是第一次买的，然后后面才又买入了这双牛津鞋。2双的唯一的一个区别呢，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落下了，2双的区别就是这个鞋盒里面，德比鞋来的时候呢没有配任何的防尘袋，然后牛津鞋来的时候是配了防尘袋的，它是配了2个单个的防尘袋，质感还不错，然后也是有点感觉做的跟鞋盒基本上跟鞋盒的底色非常相近。然后一样的有这种类似于烫金的字样，都非常的这个协调性非常的好。那么咱们进入主题来聊一下，看一下这2双鞋的细节。首先说一下这双牛津鞋来的时候呢，是整鞋的颜色基本上是跟这个上面是差不多的，就是那种很干净，或者甚至于可以说是有点偏干涩，就是它感觉像是原厂出来没有做过太多的修饰和抛光，这个是我稍微做了一下护理，并且打了镜面。然后呢，很典型的Balmoral Oxford 裙边的
雕花。到了后面这里有一个连接的缝线 ，Swan Neck 天鹅颈的一个装饰线在这个侧边，然后是5孔牛津鞋 ，Capital 雕花。缝线上来说的话，非常的细腻。我刚才用尺子量了一下，大概是达到了每英寸10针的这么一个密度。内衬的话是这种半掌的内底，然后上面一样的写着 Oriental Shoemaker for Y by Yoso， 是跟 Y by Yoso 联名的。看完了缝线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边。这个边做就是这里有一个圆弧，这个 bevel waist 做得非常的圆润，过渡做得很好。内侧也是一样的有 bevel。然后讲到这个底的这个侧面呢，这是一个 single sole 单层外大底。外加这个圆弧的腰线过渡。整鞋的话，其实是一双270度的缝线，从这里，但是从这里鞋底可以看出来，如果不是鞋底的这个印记的话呢，其实很难看出来，我会以为它是180度。这个盲缝手缝做得非常的好。当然，咱们这里就是说，还是可以从视频中看出来一些小瑕疵，但是呢，这个瑕疵在这么一个价位来说的话，其实已经非常的不错。那咱们说一下它的价钱，hand grade line 呢大概是$500左右，然后 bench grade 的话会比它大概便宜50块钱，但是呢，在这个50块钱的价差上面，我觉得从网站的图片来看的话，它应该差别还不小。我会觉得，其实如果是50块钱的差价呢，我会宁愿买这个更高阶的，因为像比如说一会儿聊到鞋底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琴底bench grade 的话，就腰线就没有收那么窄，然后也是比较稍微偏平，然后比较宽。普通的这种鞋底，然后这个后跟儿也没有做成这种倾斜，像古巴根类似于古巴根的这种后跟儿，所以这里面其实是50块钱的差价，我觉得细节的差别还是蛮大的。这个基本上可以定义为古巴根，然后从侧面看可以看见就是后跟儿跟这个皮面其实收得非常的近，做的这个流线是非常的好的。然后还有一点细则的地方，就大家能看到这个后跟儿在后面的这个位置要比前面来得高一些，然后这个位置有看到就是多加了一层是这种收进来的。那么这个呢是为了让整鞋变得更加的平衡，这个其实是更为这个工艺上面是更增添了一份难度的。说完这双牛津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双德比 Split-toe Derby， 这也是我近期很喜欢的一个款式。如果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呢，会知道我已经展示过有几双不同牌子的 Split-toe Derby。那它的这个分指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比较简单的这种内缝线处理，然后外翻，这个没有做成皮肤针，但是非常的干净整齐。然后这个贴皮的位置也是。那这双跟其他的这种分指德比比较不同的区别在于，它的这个整个的鞋面这是一体的。有的鞋呢会在这里要么有缝线的这种装饰，要么呢是有多一片皮贴上来，把这个是分开的，再多一层皮贴上来。那么这个是做的整鞋是比较干净的。然后这种压纹皮看起来也是处理的非常的好，因为在前面绷宣的时候并没有让这个压纹皮给拉得太紧，感觉看不清楚这个掌纹，就被
撑掉了、撑开了那种感觉，并没有。另外有一点就是刚才没有说的，两双鞋都有这里有这种绒面，那么反皮面，那么这个就能增加一定的防滑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两双鞋的鞋底是一样的。这只呢，我在擦鞋的时候稍微弄脏了。好，都是非常的窄，很干净的鞋底。老规矩，咱们来量一下。既然说到盲腰，那么我们来量一下这个 fiddleback。那么朋友们可以看到，鞋身最窄的位置还不到2英寸，1.75左右。这个鞋身，这个腰身应该是在成鞋里面继 TOB 之后我看过的最窄的了。同样量一下这双，两双可能是因为鞋的版型略有不同。那么这双做到比 1.75 要多一些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两双鞋看起来非常的近似，但是这双比较接近2英寸，那这双的话会收得更窄。德比鞋会比这双牛津鞋收的腰身要收得更窄一些。好，然后说一说穿感，这两双同样都是 UK6，那么它们两个的楦型稍有不同。从前端脚趾的部分，这个部分是比这双德比是比较尖一点的。从这里看的话，两双鞋的掌部都宽度感觉差不多。实际上我在试穿的时候，因为这两双还没有真正在外面穿过，所以呢，现在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跟大家去说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穿感，但是就在家试穿的这种感觉体验上来说的话，这双的包裹感，显然会比这双要更好一些。我感觉可能是来自于脚背的这个体验，也就是说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关闭式的鞋带系统，这个是一个开合式的，那么这块的话这里的包裹性会比这块要强一点，所以就会影响到整鞋反馈回来的一个感觉。那么这双是要稍微更加 snug 更紧凑一些，相比这双，但其实两双的穿感都非常的好，并且呢，在我们看到整个的鞋跟这么的小，以及腰线处理的这么细，它的平衡度还是处理的非常好的。两双鞋的这个整鞋的平衡度是处理的非常好的。从视觉的观感上来看，感觉德比鞋的鞋跟要比这双 Oxford 要来的更高一点点。这么对比的话，确实是鞋跟要来的更高一点点，大概高了1层，多了1层stack。皮子和细节都处理的非常的好，皮子的话很润，感觉两双鞋的皮子都非常的不错。好，那分享完细节之后，我觉得这个牌子的鞋子做的非常的细腻，跟Vash 呢是不一样的一种风格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鞋也是非常的，在这个价位非常值得推荐的一双，可以和 Vash 媲美的一个手缝线的手工鞋。好，今天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